美国释放出软化的信号，拜登或许在 G20 峰会上和普京会晤，他们俩这一见面啊，这一定是要谈这个乌克兰问题啊。美国大概率呢是要出卖一下乌克兰，只是说怎么个卖法啊？而且呢要谈一谈价钱。而有意思的是呢，泽连斯基也将参加 G20 峰会。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最近有记者就问拜登说：“你有没有计划和普京在 G20 峰会上来这么一次会晤呢？缓解一下你们双方的关系？”拜登的回答挺有意思，4个字：有待观察，也没有封死这个事儿。作为主办方的印尼啊，专门是特别邀请普京来参加。那之前美国不就说了吗？说你普京要是去的话，我就不去啊。但是人家印尼不行啊，人家肯定还是要邀请的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也表示了，说俄罗斯啊还是将会参加 G20 领导人峰会，但是形势尚未确定。此前印尼驻阿联酋的大使就说说这个泽连斯基和普京这两家都同意出席这个峰会，这个消息也挺有意思的啊。美国态度呢现在有所软化，这个不是向俄罗斯这边去服软，而是向他自己犯过的这个错误来服软。美国做事是很霸道的，但是呢，他调整的也非常灵活，是吧？不会失去这么一个重要的机会啊，不会让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受到削弱。如果拜登和普京会晤，那么乌克兰问题那肯定就是他们谈的中心议题了。而且很大可能美国要出卖一下乌克兰，收获一下前面的成果。至于说他怎么卖，是分期卖呀，还是说分开来分割着卖呀？卖个什么价钱，那就需要讨价还价了。但无可否认，美国挑起俄乌冲突这招玩的是非常的老辣，既能够削弱俄罗斯，又能加强对欧洲的这个钳制。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你看欧洲的表现基本上群龙无首，一盘散沙，也就法国吧还能发出那么一点声音，还是站在欧洲立场上那么一个声音，但是呢其实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作用。美国控制的北约几乎就成了欧洲的领头羊，是北约在这边发话了，欧盟那边呢则成了美国的这个发声筒成了美国的大喇叭。特别是欧盟现在的这个冯德莱恩，那就是美国的一个代理人嘛，是吧？美国狠狠地收割了这个欧洲，而北溪的天然气这2个管道被炸了之后，德国弄不好他就要哑火，所以美国就更加畅通无阻呀。不过呢，欧洲这大出血损失惨重，内部呢也开始出现了分裂。你再与美国保持一致也好，再这个立场坚定都好，可是你重伤之下他在流血呀，他必须要找自己的生路呢。如果美国不做出适当的调整这就会导致欧洲离心离德，那个对美国来说不是好事。俄罗斯虽说现在没有垮下，但是伤的也不轻，而且它的内部政治争斗是越发激烈，这很可能导致普京就可能会使用这个核武器这种极端的手段，这事态就会升级。升级之后，其实就会把美国拖进去，美国就不好办了。毕竟美国呢是需要通过乌克兰来长期消耗俄罗斯，也不是要自己亲自下水呢，所以呢他也不想把这个火烧得太大，因此在适当的时候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出卖一下乌克兰，保持这个事态长期化的去消耗俄罗斯，这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你就比如说吧，可以让乌克兰接受这个4个地方公投入俄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上接受，当然嘴上是不能承认，但客观上你得基本上接受，你就像2014年接受克里米亚入俄是一样的。其实这也是欧洲很多国家他嘴上不说，心里也这么想的一个息事宁人的办法。说到底，反正你乌克兰要往这边割一块肉，那你乌克兰又能怎么样呢？你只能看着自己被出卖，而且还要帮着数钱。泽连斯基去参加 G20 峰会，他会有什么做法？会不会自己去加戏，搞出点什么动静出来？其实这不是重点。乌克兰呢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关键还要看这个美俄。但是普京能不能和这个拜登俩人会晤成功，这事儿现在还不能确定你就算是他们会晤了，是吧？俄乌冲突也没那么快结束。